第286章冠军的福利。目光懒散地盯着这片黑色的残破玉片，萧炎随意地将之握在手中。玉片入手并不光滑，反而布满着细小的颗粒，似乎材质并不太好，并且在那玉片之上还隐隐布着许些裂缝，缝隙间居然还沾着沙土。把玩着玉片，萧炎眉头微皱，凭着直觉，他似乎觉得这东西略微有些奇异，可何处奇异，却又是说不上来。灵魂力量探了一圈，却是没有任何的动静，也没有接收到什么信息。难道感觉错了？心中疑惑的喃喃了一声，萧炎手指缓缓地在玉片之上划过，想将之放下，手掌却总是丢不下去。半晌后，无奈地摇了摇头，抬头望了一眼那正眼巴巴盯着自己的男子，手掌随便地在石台上挑选了几种勉强能过眼的药材，然后冲着男子扬了扬，笑道：“你是想交换物品，还是想出售？”“大师，我想换一种3品丹药。”闻言，男子精神一振，旋即讪讪地笑道：“他心中也知道，这些药材似乎还不值3品丹药的价。”淡淡地瞟了一眼他，萧炎将手中的东西收进纳戒之中，然后顺手掏出一瓶仅有3粒的回气丹，将之抛向男子，道：“这是3品丹药回气丹，能够快速地恢复消耗的斗气，因为是属于比较常见的消耗型丹药，给你3枚吧。”手忙脚乱地接过瓶子，男子脸庞上的喜悦难以掩饰。3枚回气丹，论起价值来，不会低于4万金币。这般算起来，他倒还是赚了许多。当下急忙对着萧炎那慵懒转身的背影弯身行礼。离开了这处石台，萧炎顺势出了东区，手指在那戒之上抚摸着，那块黑色的残破玉片再度出现在掌心中，微皱着眉头在手中把玩着。片刻后，却依然是没有什么头绪，萧炎只得颓丧地叹了一口气，将之收了起来。站在大厅中央，萧炎茫然四顾，沉吟了一会，然后扯过一名看似是侍女的清秀女子，低声询问了一下黑岩城的分会会长所在的位置。虽然被忽然拉住，这位似乎有着急事的侍女有些微怒，不过当瞧得萧炎胸口处的2品徽章后，俏脸上顿时流露出许些敬畏，先指向那处人流最为细小的西区，柔声道：“那里便是加玛帝国各处分会会长的区域，不过只有3品以上的炼药师方才能有资格进入。”“呵呵，多谢了。”道谢了一声，萧炎举步走向那安静的西区，在即将进入之前，不出意外的被门口的2名护卫拦了下来。“麻烦帮我通报一声黑岩城的弗兰克大师或者奥托大师，就说萧炎来见。”望着2名脸色冷漠的守卫，萧炎笑道，目光瞟过萧炎胸前的2品炼药师徽章，再扫着他那年轻的脸庞，2名守卫眼中露出许些惊异，如此年轻便是2品炼药师，还真是挺少见的。当下脸庞上的冷漠也是融化了一点，微微点了点头，说了一声稍等之后，一人退后，然后迅速闪进楼上，双手缩进袖间。萧炎站在门口处，微闭着眼眸，安静地等待着。在那名守卫上楼之后不久，一阵急促的脚踏声便是快速地响了起来。片刻后，一道苍老的身影便是率先出现在了萧炎视线之内，脸庞之上布满着欣喜。老者快速地来到大门处，目光扫了扫，却并未见到想见的人，脸庞上的笑意微僵，微皱着眉头，对着一旁的守卫低斥道：“人呢？你们不会给我把人撵走了吧？”“奥托大师。”听得老者的呵斥，萧炎笑了笑，出口喊道：“你。”听得这略微有些熟悉的喊声，奥托愣了愣，目光疑惑地望着面前这陌生的青年，好半晌后方才愕然道：“萧炎，你怎么弄成这模样了？”萧炎笑着摇了摇头，对着他低声道：“待会与你说吧，这里人多眼杂。”“那跟我进来吧。”闻言，奥托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偏头对着2名守卫凶道：“你们2个什么都没听见，知道吗？”瞧得奥托那凶神恶煞的模样，2名脸庞冷漠的护卫苦笑了一声，旋即聪明地点了点头。当了这么多年的守卫，他们自然是知道一些忌讳。奥托这举动让得萧炎微微点了点头，不愧是能够成为黑岩城炼药师副会长的人物，做事倒还真的是滴水不漏。跟在奥托身后，萧炎2人缓缓地行上楼梯，待得周围人流稀少之后，奥托方才低声问道：“萧炎啊，
你怎么弄成这样子了？难道得罪人了？说出来给我听听，在这加马圣城，我奥托说话倒是有几分分量的。哼，多谢奥托大师了，一点私事，不想被认出身份来而已。萧炎笑着摇了摇头，婉拒了奥托的好意。这样吗？那也随你吧。听出萧炎的婉拒之意，奥托也不再坚持，老辣的目光缓缓地扫过萧炎，半晌后，声音中有着掩饰不住的惊诧：好小子啊，1年不见，实力大涨啊！现在的你，恐怕至少5星斗师实力吧？侥幸而已。萧炎摇了摇头，微笑道：啧啧，真是个不错的小家伙啊，这等天赋真是让人目瞪口呆，不知道是哪个老家伙有幸找到这般好的学生啊。奥托赞不绝口的道，满脸的羡慕。萧炎微笑，并未在这个话题上插嘴，脚步不急不缓地与奥托保持在同一个平行线上。到了，脚步走过几间豪华大屋，最后在一处宽敞的房间之外停了下来。听着里面传出来的骂声，奥托对着萧炎笑道：这是佛克兰那老家伙正在训斥雪妹那丫头，那丫头竟然用她的4品药方换一个桃花火种，可把他心疼死了。闻言，萧炎哑然失笑，他早就知道雪妹回去之后肯定会受到一通大骂，4品药方那可不是普通之物啊。萧炎踏进这间宽敞的房间，目光扫了扫，最后停在房间中央，那里一身炼药师长袍的佛克兰正口沫横飞，老脸铁青的怒拍着桌子，而在他的面前，雪妹双手紧握着桃花火种，任由佛克兰如何大怒都是保持着沉默。在桌子的另外一角，一位身着红色衣衫的女子正幸灾乐祸地望着挨骂中的雪妹，听得开门声，她迅速地将目光转移而来，视线在奥托身后的萧炎身上扫过，顿时嘴角一撇，嘟囔道：老师，这就是要让您亲自下去接的人？好大的面子哦。听得他的声音，那大骂中的佛克兰也是暂时的停了下来，目光转向萧炎，诧异的道：老奥，这是？看他的模样，先前守卫通报时，他们并不知晓来者是何人。瞧的那一道道诧异的目光，萧炎手掌在脖子处摸动着，片刻后将一张面皮撕了下来，露出本来那清秀的白皙面孔。佛克兰大师，1年不见，越发是老当益壮啊。萧炎将冰残面皮收进那戒中，冲着弗兰克笑盈盈的道：萧炎，竟然是你这小家伙，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望着那比1年前少了几分稚嫩的脸庞，弗兰克一愣，旋即大喜的道。萧炎笑了笑，缓步走上，目光望向那一身银色裙袍显得冷艳动人的雪妹，正好他也是将好奇的目光投了过来，两下对视，礼貌性的彼此一笑。佛克兰大师，这种桃花火种虽然并不算什么强横火焰，不过比起普通斗气催化的火焰，无疑是要强上许多，而且这种火焰比其他火焰少了几分狂躁，多了几分细腻，用来炼丹倒还极为合适。虽说4品药方很是珍贵，不过大师肯定早已阅读过了吧？凭你的实力，花费些时间，应该能够再备一份的。看了一眼雪妹手中的粉红火种，萧炎对着佛克兰笑道：哎，也只能这样了，不过没有半年时间，是不可能重新备一份4品药方的，制作那东西太麻烦了。无奈地摇了摇头，弗兰克总算是停下了骂声。见到老师不再开口训斥，雪妹也是松了一口气，对着萧炎感谢的微微一笑，冷艳的俏脸显得更为动人。你竟然给雪妹说情，是不是看上她了？作为雪妹的冤家，林飞自然是不乐意她这么逃脱，当下急忙跳了出来，双手叉腰，瞪着萧炎那张清秀的脸庞，心中却是莫名其妙的暗自嘀咕道：这家伙似乎比以前好看了许多。对于这犹如小母猫一般的林飞，萧炎并未太过在意，目光盯着那娇美的脸颊，直到他有些忍不住地泛上许些绯红后，方才大笑着移开目光，留下林飞红着俏脸地站在原地，愤愤地跺着小脚。哼，萧炎，你这次来加马圣城，想必也是奔着炼药师大会来的吧？将林飞扯到一旁，奥托坐在椅上，笑着道。听到奥托这话，一旁的弗兰克眼睛也是微亮了起来，赶忙将目光投向萧炎。他自然是知道这个小家伙拥有何种杰出的炼药天赋，
他若是要参加炼药师大会的话，一定会是夺冠的热门人选。萧炎笑了笑，手指缓缓地点动在桌面上，笑道：参加这大会可有什么好处？难道就为了争一个虚名？我对那不太感兴趣。闻言，奥托与弗兰克一愣，愕然的道：若是你能够在炼药师大会上脱颖而出，那前途可是一片坦途啊，到时候不知道多少强大势力会来邀请你加入，而你的名望与地位在这加玛帝国内也是会迅猛提高啊。你要知道，当年丹王古河可就是这么起来的。抱歉，我不喜欢投靠什么势力。萧炎摇了摇头，伸了一个懒腰，笑道：所以还是给我说说有什么实质的好处吧。喂，你这家伙也太现实了吧。一旁听得萧炎如此直接，林飞蹙着黛眉嗔道。萧炎摊了摊手，不去理会他。唉，这小家伙还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苦笑着与弗拉克对视了一眼，奥托无奈地摇了摇头，缓缓地道：按照规矩，每一届的炼药师大会冠军都将会成为炼药师公会的荣誉长老，享受与元老同级别的福利与权利。到时候你则能够在加玛帝国炼药师公会的任何分会处得到你权力之内的帮助，并且公会的库仓之内的稀有药材你能优先换取。对了，整个加玛帝国有资格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的人不会超过15人，只要成为了炼药师公会的名誉长老，任何势力在动你之前都会掂量3分。记住，这里的是任何势力，包括皇室、云岚宗。我炼药师公会还有资格说这话？敲动桌面的手指猛然一顿，萧炎微抿着嘴，眼芒闪烁着。奥托的话到此处，他心中已经逐渐的有些异动了起来。他知道自己迟早会和云岚宗站在对立的位置，而在这种时候，若是背后有着能够让的云岚宗也忌惮的势力支撑，那自然是能够省去萧炎的很多麻烦。望着那明显有些异动起来的萧炎，奥托心中微松了一口气，笑着投下了最后一种诱惑。另外，这一届的冠军奖励是一卷6品丹药药方。6品丹药药方？眼瞳微微一缩，萧炎缓缓地吸了一口冷气。这种级别的药方价值程度甚至不会逊色于地阶的斗技。是什么药方？有何作用？萧炎谨慎地询问道。6品药方虽然罕见，不过也要看丹药的效果，比如上次海波东的那破厄丹便是属于偏门药方，价值顶多与5品药方相仿。融灵丹，一种能够让的灵魂与肉体融合的丹药，药效有些偏门，不过对于灵魂体来说却是一种绝佳圣药。它不仅能够使得灵魂力量快速恢复，还能将灵魂曾经所受的创伤完全修复。灵魂体，恢复灵魂力量。敏感地把握住其中的几个关键词语，萧炎心脏逐渐剧烈跳动了起来。小子，给我把这融灵丹的药方弄到手，日后我不杀你。就在萧炎为这丰厚条件而心动之时，袖袍中的手臂忽然凉了一下，一道带着许些妩媚味道的微弱灵魂信息传进了脑海之中。突如其来的妩媚声音让得萧炎袖袍中的手掌猛然紧握，一口凉气迅速在胸口缭绕着，使得他通体冰凉了起来。他分辨出了这声音的主人，赫然是那隐藏在吞天蟒体内的美杜莎女王。